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人住是什么感觉。小美，今天我们聊聊一个人住吧。好的呀，大明，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呢。你觉得一个人住是什么感觉呢？我觉得啊，最开始是自由，特别自由。哦，自由。没错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可以随便吃什么，看什么电视，哈哈。是啊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没人管。对，家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决定。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酷呢？刚开始是挺酷的，很有新鲜感。那除了自由，还有别的感觉吗？还有就是安静吧，特别的安静。是的，家里很安静，可以想事情。有时候安静到我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。哈哈，那是不是有点太安静了？偶尔会觉得有点空荡荡的呢。哦，你是指寂寞的感觉吗？对啊，就是那种一个人在家的感觉。我懂，有时候下班回家会觉得冷清。是啊，开门进去，屋子里黑黑的。哎，你需要自己开灯，自己做饭。做饭有时候就觉得很麻烦呢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做饭不是更简单吗？做少了没劲，做多了又吃不完，浪费。啊哈，这个烦恼我也有过，真的。所以经常点外卖，或者随便吃点儿。点外卖很方便，但不是很健康吧？是啊，所以健康问题也是个挑战呢。除了吃饭，一个人住还有什么不方便的？生病的时候吧，感觉特别无助。哦，生病了没人照顾，确实挺难的。只能自己买药，自己给自己倒水喝。那时候肯定会想念家人的陪伴吧？特别想家，想爸妈在身边照顾。看来一个人住不仅仅是自由和酷啊。当然啦，它也是一种成长和责任。成长和责任，怎么说呢，小美？你要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水电费。哦，以前这些都是家人帮忙做的呢。对啊，现在都要自己搞定，学会独立。这样看来，一个人住让人变得更强大。你会学会照顾自己，变得更有条理。比如学会打扫卫生、整理房间吗？是的，你不想住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吧？哈哈，那倒是，干净舒适很重要。所以，一个人住是痛并快乐着，是吧？一个人住让我更了解自己，也更爱自己。这真是个深刻的体验，小美。是啊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试试看呢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想问什么呀？尽管说吧。一个人住会不会觉得很孤单？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孤单。特别是晚上，家里空空的。对啊，一开始会不太习惯呢。那你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的？我会听音乐，或者看看电影。哦，用娱乐来填补空虚吗？差不多吧，也跟朋友多聊天。这样就不会感觉那么寂寞了。是的，保持社交很重要哦。那你做饭了吗？一个人吃会做吗？会啊，我开始学着自己做饭。自己做饭是不是很麻烦啊？一开始是有点，但很有趣。比如学做什么菜呢？家常菜吗？对，简单的炒菜、煮面条。这样能省不少钱，还健康。而且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自由度很高，这倒是真的。是啊，一个人住的好处之一。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啊？当然有啊，比如电器坏了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修吗？
我会先上网查查，或者找朋友。真是万事靠自己啊，不容易。对呀，这会让你变得更独立。一个人住久了，会不会很宅啊？哈哈，这要看个人性格吧。你呢？你会经常出门吗？我还算喜欢出去走走逛逛。那也挺好的，不会太闷了。是的，偶尔也要出去透透气。一个人住安全方面怎么考虑？我会选择治安好的小区啊。门窗都要检查好，对吧？对，晚上睡觉前都要确认。女生一个人住确实要注意。是啊，安全感很重要呢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养宠物呢？有想过，但怕没时间照顾它。养宠物能解闷，但责任也大。是的，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。感觉一个人住的经历很丰富。没错，是人生中宝贵的一刻。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？让我更自信，也更懂得生活。听起来真是受益匪浅啊。也让我更珍惜和家人朋友。哦，说到家人，你经常回家吗？以前会多一些，现在工作忙就少了。那你一个人过年或者过节怎么办？有时朋友会约，有时就自己简单过。感觉会有点孤单吧，尤其在节日。确实会有，但也能享受清静。享受清静，这倒是真的挺难得的。对啊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很自由。那你一个人住，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大部分时间自己做，有时叫外卖。哇，你会做饭啊？一个人也做吗？会啊，为了健康，也会学着做一些。这样看来，一个人住也挺有乐趣的。没错，是培养生活技能的好机会啊。那遇到家里电器坏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小问题自己修，大问题就找师傅来。感觉你很独立呢，什么都能搞定。哈哈哈，没办法，一个人住久了就习惯了。你觉得一个人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最大的挑战吗？可能是生病的时候吧。哦，生病了没人照顾，确实挺难的。是啊，有次发烧，自己去医院都觉得特别辛苦。听起来就让人心疼啊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吃了药，休息几天就好了，没事啦。那除了这些挑战，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？惊喜啊，就是能把家里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哦，装修和布置吗？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。对呀，想怎么摆就怎么摆，没人管你。听起来好棒啊，能完全自由的设计。还有就是深夜可以一个人静静的看电影。啊哈，不用担心吵到别人，很放松。或者戴着耳机听歌，跳跳舞也行。感觉一个人住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。绝对是，让你更了解自己，也更爱自己。那你以后还会一直一个人住下去吗？这个问题嘛，现在还没想好，顺其自然吧。是啊，未来有很多可能性。至少现在，我觉得一个人住挺好的。看来很多人对一个人住都有误解。是的，以为只有孤独，其实乐趣也很多。既锻炼了独立能力，又享受了自由。还学会了处理各种生活琐事呢。对了，你的朋友对你一个人住怎么看？他们觉得我很厉害，也很羡慕我的自由。我也觉得能一个人住好是重能力。的确是，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很多耐心。那你有没有推荐给别人的建议呢？首先要确保安全，然后享受这段时光。哦，对了，你平时喜欢在家里做什么？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或者追剧放松一下。
哇，听起来很惬意啊，完全是你的空间。是啊，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。对，可以把家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比如墙上挂满了我的画。哇，很有艺术气息啊，真棒。对了，你一个人住，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？麻烦吗？刚开始水管坏了，有点慌。哦，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后来只好打电话请人来修，也学到了很多生活小常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孤独的时候呢？偶尔会有，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。生病一个人确实不太方便。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，会照顾好自己。真厉害！那你是怎么排解孤独的？我会找朋友聊天，或者看看电影。有时候也会自己做一顿大餐。哦，美食确实能治愈心情呢。说到做饭，你平时一个人做饭多吗？以前不太会，现在经常自己做饭。是为了省钱，还是喜欢做饭呢？都有吧，也觉得健康一些。一个人做饭很自由，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听起来很有趣啊，你有学新菜吗？当然啊，网上有很多食谱可以学。最近学会了做番茄炒蛋。哈哈，这是国民菜啊，很实用。是啊，味道还不错，很有成就感。那你一个人住，朋友们会经常来找你玩吗？会啊，周末他们会过来一起看电影。哦，那家里会变得很热闹吧？是的，但他们走了，我又喜欢安静。这种平衡感挺好的，动静皆宜。对，可以自由切换，感觉很棒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和别人一起住吗？未来可能会，但现在享受独处。这种心态很积极，活在当下。是啊，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。除了这些，你觉得一个人住还有什么优点？优点吗？可以随时随地放空自己。放空自己，具体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不必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做自己。哦，那确实是一种很奢侈的自由。对啊，这种感觉特别舒服。听你这么说，我都想试试了。哈哈，一个人住真的能让你成长很多。是啊，独立生活的能力非常重要。而且还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呢。认识自己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收获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。是啊，听起来很有深度。对啊，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这确实是很大的成长。一个人住之后，更懂得照顾自己了。是啊，生活技能也提高了。以前很多事情都不太会做。比如像做饭这些吗？对，现在都可以自己搞定。那真是很厉害的进步。也变得更有条理了。哦，更有条理。怎么说呢？对，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空间。这对生活帮助很大。还有，我发现自己也变得更独立了。独立性确实能得到锻炼，遇到问题都能自己解决。不再那么依赖别人了吧？是的，学会了为自己负责。这种感觉一定很棒。是啊，感觉自己强大了很多。那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呢？不方便的地方吗？偶尔会感到孤单。这确实是很自然的。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。对，那时候会有点想家。那你通常会怎么做呢？我会约朋友出来聚一聚。转移注意力，挺好的。或者跟家人视频聊天。现代科技帮了大忙。是啊，距离不再是问题。
一个人住的时候，安全方面呢？我会特别注意，比如锁好门窗。安全意识很重要。对，女孩子更要小心，晚上出门会担心吗？尽量避免太晚回家。如果实在要晚回呢？我会叫车或者让朋友送，你考虑得很周全。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。一个人住的开销会比较大吗？房租和水电费确实要自己全包。没有室友分摊了。不过，我学会了合理规划预算。财务管理也进步了。是的，花钱变得更有计划了。这也算是一种成长。学会了对自己的钱包负责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尽管问。一个人住会不会感到孤单呢？有时候确实会有点寂寞。尤其是晚上或者节假日。对啊，特别是生病的时候。生病了没人照顾，确实是。不过，我会找朋友聊天解闷。或者家人打电话问候一下。是的，和他们多交流就好。那你通常怎么排解这种情绪？我会听音乐或者看电影。转移注意力，这很有效。有时候也会去外面走走散心。呼吸新鲜空气，换个心情。或者做些自己喜欢的事。比如在家做饭或者画画。对，做饭很有治愈感哦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。哈哈，而且能按照自己口味来。这点确实很棒，自由度很高。对了，我还养了一只猫咪。有小动物陪伴就不一样了。是啊，它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。难怪你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。它会撒娇，也会陪我看电视。哈哈哈，这简直是理想生活。有了它，家里感觉更温馨了。那除了宠物，你还觉得有什么事？一个人住特别好的地方吗？我觉得自由是最重要的。自由具体指哪些方面呢？比如想几点睡就几点睡。不用迁就别人的作息时间。对，家里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。完全是自己的风格。家具摆放、墙纸颜色都我说了算。这确实很吸引人啊，个性化。而且不用担心卫生习惯问题。没有室友的烦恼了。对，想打扫就打扫，想懒惰就懒惰。哈哈哈，听起来很爽。而且我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。比如呢？修水管、换灯泡。对，还有自己搬重物、换家具。感觉你变得更独立了。解决问题能力也大大提升了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！一个人住，让我更了解自己。探索自我，这很深刻。也让我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。那你是怎么学会的呢？就是多思考，多听内心的声音。这确实很重要啊。会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对，不再盲目追求了。没错，目标也更明确了。听起来这收获不小啊。所以整体感觉很棒。不过一个人住会不会觉得孤单呢？偶尔会有一点点吧，但很少。那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会找朋友聊天，或者看电影。或是出去散散步什么的。对，或者给自己做顿大餐。犒劳一下自己，感觉不错。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。心态确实很重要啊。那安全方面呢？会不会担心？
我会做好安全措施的。比如装个监控啥的。对，还有锁好门窗什么的。小心一点总是好的。而且现在社区也很安全。这倒是真的，治安挺好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优点。哦，是什么优点呢？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作息时间自由自在的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哈哈。不用顾及别人，这太棒了。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也方便。确实，没有室友的口味冲突。那房租、水电费这些呢？都是我自己负责，管理起来。会不会比合租贵很多啊？单看费用是会高一点点，但是换来了更多的自由。对，我觉得很值得这笔钱。这也算是为自己投资嘛。而且我发现自己也变了。变得更成熟、更稳重了吗？对很多事情更有耐心。这是好事啊，心态更好了。也会更珍惜和朋友相处的时间。懂了，因为平时独处多嘛。对，所以会特别重视社交。看来一个人住的体验很丰富。是啊，各种酸甜苦辣都有。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紧急情况？有一次半夜停电了，吓一跳。半夜停电，那可真够吓人的啊。对啊，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你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有手电筒吗？我赶紧找手机，用它照明啊。幸好手机有电，不然就麻烦了。是啊，所以现在家里备着蜡烛。哈哈，有备无患总是好的。还有一次是水管突然漏水了。哎呀，这种紧急情况确实让人头疼。我学着自己关总阀，然后报修。哇，你现在真是生活小能手了。都是一个人住锻炼出来的呀。看来一个人住确实能让人成长。对，学会了独立解决很多问题。这也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吧。没错，虽然过程有时会辛苦，但收获肯定也是很多的，对吗？是的，比如说更了解自己了。发现了自己的喜好和节奏。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不用迁就别人，感觉很放松。对，空间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。喜欢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，真棒。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。自由自在，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。我觉得很享受这种状态呢。那你有没有给想一个人住的朋友建议？我会说，勇敢尝试，但要做好准备。比如经济上的准备和心理建设。对，还有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。比如简单的修修补补什么的。还有就是要保持和朋友的联系。不要因为独处就变得孤僻了。对啊，社交也很重要，平衡好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没那么难了。哈哈，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啦。今天的分享真的让我受益匪浅。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体验。很多人肯定也会有共鸣的。希望能给想尝试的朋友一些启发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真的收获满满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感觉意犹未尽呢。一个人住的各种体验都感受到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能给大家一些帮助。感谢小美今天带来的精彩故事和见解。也谢谢大明的主持，我很开心呀。好的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期待下期再和大家相遇。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更多想法，欢迎留言。那么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好的，
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